刚刚发布的荣耀 Magic 8 Pro， 那整体外观依旧延续之前简约并且有秩序感的设计。那正面屏幕采用等身四维曲设计，和后盖四周的弧度相呼应，那不随主流，保持特色挺好啊。这么做呢，也确实能带来更舒适的握持手感。整机实测221.5克，是近期发布的 Pro 机型里最轻的，玻纤后盖立了大功啊。那接着来看全新的 Magic OS 10，那这一次的 UI 设计从锁屏到桌面的图标和卡片都明显更年轻化了，那特别是搭配这个通透图标啊，整体会显得更加的轻盈。那这几年荣耀在 AI 方面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那这次更进一步带来了8大实用体验。这期视频我们就重点来看3个功能啊。首先呢是购物搭子，那以往购物的时候啊，如果想薅羊毛，你需要打开各大电商，看各种优惠信息，然后再反复对比才能获取最低的价格啊，效率非常低啊。现在你只要打开悠悠智能体，发送荣耀 Magic 7怎么买最便宜，就能一步跳出全网低价的购买入口，非常省心便捷啊。或者在小红书看到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长按拖拽到悠悠，然后问怎么买最便宜，那绝对是购物的一大得力助手啊。其次呢是美食搭子，那针对美食，悠悠也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比如你在一些有标志性建筑物的地方，可以直接掏出手机，长按快捷键呼出悠悠，然后对准建筑就会推荐附近的美食，并且在你就餐的时候啊，还可以用悠悠视频通话扫描这个收藏打卡牌啊，它会自动帮你在大众点评收藏打卡，从推荐到优惠到打卡一条龙服务，那悠悠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最后呢是更彻底的苹果搭子，和 iPhone、Mac、Apple Watch 的互联互通就不多说了，这种都属于基操了。值得一提的是，这回的换机克隆功能可以支持 iOS 端云数据的克隆，并且支持更高效的有线传输啊。内容包括短信、联系人、照片、视频、备忘录、系统设置、应用列表、界面布局等17项数据，兼容性相当不错。加上刚才大家看到的5个功能，基本覆盖了你工作、生活、出行的高频交互场景。以人为本的 AI 理念确实不是单纯的营销概念，而是实打实的提升了用户的使用效率。当然，自家生态内的互联体验依然在线。平板手表这次也有上新啊，荣耀 Magic Pad 3 Pro， 那凭借自身多窗口自由开的能力和 PC 级 WPS， 也是不错的轻办公神器啊！特别是这次这个后盖的这个材质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线下店看一下啊。手机搭配荣耀手表5 Pro， 可以同步显示悠悠建议以及日常生活、工作、运动、健康相关的信息，台湾就能一目了然。那体验方面呢，我们就简单聊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就边拆边聊。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双卡背靠背放置，卡托材质呢是金属加塑料，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分离到相机 Deco 的时候啊，这个阻力明显增大。那风枪再次加热后即可分离后盖。后盖呢为玻纤材质 ，Deco 内侧通过3颗螺丝和粘胶固定在后盖上，通过 CNC 的加工痕迹可以看出 Deco 是金属材质啊。防尘密闭泡棉呢分布在3颗后摄激光对焦传感器以及后置麦克风收声孔四周，收声孔内呢添置白色防水透气膜，通向 Deco 外侧7点钟方向的隐藏式微缝啊。下方电池的对应位置配备缓冲泡棉填充机内间隙，防止外力冲击。第三步，拆卸主板，传统3段式结构 ，NFC 线圈设计在机身顶部，同时和蜂窝天线设计在了一起，位置合理，方便使用。那前摄位置的散热膜向右延伸至顶部扬声器区域，下方这颗潜望模组是荣耀有史以来体积最大的镜头，那也是本次影像部分最重要的改变之一啊。那下方的无线充电线圈继续保持80瓦的满血功率，并且支持反向充电。掀开充电线圈，背面贴有一片面积为38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电池位置的散热膜基本将电池完全覆盖，并且向下延伸到副板和底部扬声器区域。卸下主板区的所有螺丝，自右向左打开主板盖板，挑开接口分离盖板。盖板材质是金属加塑料，正面设计有多条激光成型天线。那这条外围传感器排线上集成有激光对焦传感器，一颗闪光的灯珠，支持20K 赫兹超高频采样的 Flicker 传感器，后置色温传感器以及后置麦克风。那盖板内侧顶部扬声器的对应位置贴有一小片散热膜，散热膜向下延伸至主板区域。3D 深感摄像头、TOF 传感器以及接口的对应位置配备压紧填充泡棉，防止松动。回到主体啊，小心取出电池位置的散热膜，发现这片散热膜不仅向下覆盖到了副板和底部扬声器，还同时向上延伸到了主摄和超广角镜头的底部，使这片散热膜的面积呢来到5300多平方毫米。那拆到这一步就能看出 Magic 8 Pro 完全放弃了传统的同轴线，
这在安卓阵营中还是非常少见的。挑开2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摄像头。超广角采用独立的塑料防滚架保护，主摄呢则和潜望固定在一个金属防滚架内。潜望采用一次反射方案 ，CMOS 竖立在模组一侧。模组的尺寸和友商非常接近啊。影像部分的详细参数大家看图，对比上代已知的传感器尺寸呢倒是没有变动，但主摄的可变光圈更换为 f1.6 的固定光圈，潜望长焦从等效3倍增加到3.7倍，那这也是模组体积增大的主要原因。暴力打开潜望，内部采用萤石级 ULD 长焦玻璃镜片，配合纳米级镜片镀膜和 IR 悬涂工艺，达到更好的光学素质。那实际样张的表现又有进一步的提升，几个焦段在夜间的表现都是非常在线，特别是基于更出色的潜望模组，带来了更亮眼的雅固人像，肤色、肤质都是非常讨喜的。雅固生动、细腻、红润，雅固质感的低饱和也是非常耐看。那关键在于算法的稳定性也是有明显提升。另外呢，还有 AI 超清长焦技术，基于自研的云端长焦大模型，这次覆盖到了更广的焦段，从10倍到100倍都有赋能。那从实拍的样张表现来看，也确实非常出色啊。那风格化方面，除了系统自带的一些滤镜外，这次还新增了 AI 追色功能。顾名思义，就是当你看到一张别人发的美图，可以直接让 AI 来模仿这张美图的调色风格，并且可以命名保存，这样你就相当于多了一种默认的滤镜啊。这比之前那种专业上的辣子操作对于普通用户显然是更友好。下一颗子母螺丝取出主板，采用双层碟板设计 ，PCB 来自鹏鼎控股，下层板使用0.56毫米板材。潜望长焦由于体积太大，必须采用破板下沉设计，直出 VC 均热板。超广角和主摄架在主板上，和核心3大件背靠背放置。那这意味着这个区域需要更强的散热支持，也是电池位置散热膜延伸到超广角和主摄下方的原因啊。主板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放大看双层碟板区域的注胶孔内灌满了灰色的导热凝胶，双层夹胶主板没跑了啊。待会儿我们分层再来看具体的这个灌胶量。主板正反两面的薄弱位置都有金属片的加固，上方集成有用于3D 人脸识别的 ToF 传感器、前置的环境光传感器，以及夹在2层主板之间的顶部麦克风。这一次的万能遥控器功能呢，应该是通过2颗前摄之间的 ToF 传感器实现。整机只有前置这1颗环境光传感器用于调节屏幕亮度，主要发热芯片区域呢涂有导热材料。取下可拆卸的屏蔽罩，清掉导热材料，吹开罩框。核心3大件的 RAM 采用美光 LPDDR5X 的9600规格，RAM 下方就是高通最新的旗舰 SoC 第5代骁龙8至尊版。左侧的 ROM 是海力士 UFS 4.1颗粒，分层后可以看到夹层中的导热凝胶刚好覆盖在 SoC 所在的位置。那这么做就可以将核心发出热量快速通过凝胶传导至主板的另一面，扩大散热面积。夹层中呢还有荣耀自研的 C1+ 射频增强芯片，其余的芯片信息大家直接看图。实测游戏的表现王者和吃鸡呢毫无压力，波澜不惊。温度控制在同尺寸的机型下也算是出色。原神的流畅性没问题，机身温度呢稍有偏高，但还在可接受范围内。那至于高负载的星铁基本属于放开撒腿跑平均帧率呢是稳住了，但最高温也来到了47.3摄氏度。不过从原神和星铁1%搂帧的数据来看，对比同为第5代骁龙8的友商们，优势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星铁的数据优势非常大。看来在高负载游戏的流畅度方面，荣耀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挑开触点，取出用于隐私通话的听筒，采用 Magic V5 同款的 AAC 瑞声科技0710规格微单元，顶部扬声器斜置在机身右上角，这么摆放呢，就是为了在有限的机内空间里塞入最大尺寸的发声单元。取出顶部扬声器，单元表面的4个开孔证明继续采用开放后腔设计，开放后可以利用整个机身的内部空间作为后腔，实现更好的低音效果。发声单元和上代一样，是歌尔股份的1216规格。中框主板区域，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3D 深感摄像头 ToF 传感器前摄、前置环境光传感器以及顶部麦克风收声孔4周。收声孔内配备白色防水透气膜，开键和音量键通过触点和主板连接。新增的 AI 物理按键由于支持触摸功能，因此必须通过这个 BTB 和主板连接潜望和 SoC 对应位置呢有做镂空设计，但两者镂空的主要目的并不相同潜望位置主要是为了降低镜头的突出高度 ，SoC 呢则是让 VC 均热板快速带走核心发出的热量。上方残留的导热材料也是为了提高导热效率的。充电 IC 对应位置的镂空和导热材料也是完全相同的作用。潜望镂空区域的边缘设计有线尾结构，防止镜头偏移。
结构上呢还添加有红色缓冲胶垫来保护进度。第4步，拆卸副板部分，卸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盖板。盖板材质呢是金属加塑料，内侧马达和底部扬声器的位置贴有压紧泡棉。底部扬声器的规格和顶部一样，是开放后腔设计的歌尔股份1216。虽然双扬的硬件和上代保持一致，但得益于整机一体式音腔的优化，振幅是有所增加的，配合主板上的音频功放芯片，反映到实际就是足够大声啊。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副板。副板 PCB 来自江西红板，使用0.45毫米板材，防护待遇和主板一致。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薄弱位置有金属片的加固。上方集成有底部麦克风、SIM 卡卡槽以及 Type-C 接口，接口来自 LCN 钱德电子，根部有做封胶处理。内侧配备防尘防水胶圈，采用5Gbps 速率的 USB 3.2正一规格，支持 DP 视频输出。整机和上代一样，共配备3颗麦克风，属于旗舰机的常规配置啊。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 L 型防呆设计，误插后不用担心防护结构的损坏。取出 X 轴线性马达，歌尔股份的9593规格，实际算法上呢进一步做了优化，相比上代的震感会更加的干脆细腻一些，打一些 FPS 类的游戏沉浸感会更强啊。那马达这个东西，硬件尺寸固然重要，但算法的好坏同样也能影响实际的震感反馈。中框副板区域，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泡棉加白色防水透气膜防护，底部扬声器出声口使用红色胶圈加细密的防尘网保护。整机通过了2米水深30分钟的 IP68浸泡测试，以及80摄氏度80巴的 IP69K 高温高压水流冲刷测试，防护性能在同档中属于拉满级别了。第5步，拆电池。观察电池四周没有发现快拆设计，酒精配合拆一片取入电池，采用单电芯双接口方案。这块新一代的青海湖电池负极材料含硅量呢是15%，容量呢相比上代增加了1350毫安时，来到了7200啊。那制造商呢为东莞新能德，必然是 ATL 电芯啊。电池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在896瓦时每升左右，那差一点就进入900俱乐部了。相比上代的797提升了将近100啊。这个能量密度在我们拆过的手机中，仅次于用了 L 型 E 型碟片电池的小米17 Pro Max 了，力压自家的折叠屏老大哥啊，雄居榜眼位置。4号电池保护板上的绝缘贴纸，保护板采用热熔胶封装方案，增强此区域防护性能。同时，保护板也使用 C-Pack 封装工艺，改变了保护板堆叠方向，进一步来压缩保护板的空间占用，把电池仓尽可能多的留给这个电芯啊。保护板上集成有荣耀自研的能效增强芯片12，包装内附带有120瓦快充头，实测峰值功率77.5瓦，1到100充电用时51分钟。最后一步，拆屏幕，加热后酒精配合拆一片，划开粘胶，分离屏幕。1.5K 分辨率啊，表面覆盖等身4曲的荣耀聚烯玻璃，护眼方面一直是荣耀的强项了。经典模式下，采用低亮度3840赫兹的超高频调光，加中高亮度单扫类 DC 调光。切换到舒适模式后呢，低亮度变为4320赫兹的超高频调光，中高亮度呢改为3扫类 DC， 再配合原偏正光技术，针对眼睛敏感的小伙伴还是非常友好的。实测手动全屏最高接近800尼特，强光激发后来到1752尼特，10%窗口下接近恐怖的5000尼特。在亮度方面全面超越上代的同时，这块屏幕的最低亮度也能下探到1尼特。那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相比上代，屏幕背面多贴了一片面积约为45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用来提升屏幕的均热能力，避免出现点状热源。那下方的3D 超声波单点指纹，从封装样式来看是高通的解决方案，拥有3D 人脸识别，还给你上3D 超声波指纹的，全行业只此一家。屏幕驱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触控 IC 是新思的 S3909V。中框贴有一片面积约为55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散热膜同时覆盖了超声波指纹的对应位置。撕下散热膜就能看到5794平方毫米的不锈钢 VC 均热板。取下均热板，剪开后可以看到 VC 内部大面积采用双层毛细结构来加强均热性能，并且内部的储液量相比上代也有提升啊。中框右侧可以看到 AI 物理按键被结构胶封装在框体内，底部 DDIC 的对应位置贴有缓冲泡面，降低屏幕受外力冲击后损坏的几率。最后的中框总成采用纳米注塑加 CNC 一体成型方案，边框和内框都是铝合金材质。全新的鸿雁6翼天线设计呢，将中框的每一寸金属都利用了起来，实现更好的信号收发能力。好了，拆解就到这里，整机有5种，共27颗螺丝，重丝归位。
从荣耀 Magic 8 Pro 的硬件来看，相比上代的提升呢是显而易见的，但相比纸面上的硬实力，深耕 AI 带来体验上的革新，反而是这次给我印象最深的。能实现开头我们提到的各种智能便捷体验，本质上是得益于系统级 MCP 架构。它可以让拥有更全面的来操作手机内的这个应用，提升 AI 的泛化能力。那这背后肯定也离不开强大的云端 VLA 大模型以及端侧低功耗的 VLM 模型，并且不只是赋能 AI 方面的体验，影像方面同样也有明显进步啊！特别是这次长焦的表现以及人像算法的稳定性，相比上代都有更出色的体验。那单纯从产品力方面来说，这台荣耀 Magic 8 Pro 还是相当能打。感兴趣的朋友们建议去线下店仔细感受感受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欧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